欢迎张西峰，他来自中国超级中学的巅峰，有高考工厂之称的衡水中学。今天他将在这里道出万千农村学子的心声。我叫张西峰，17岁，今年高3。我来自河北衡水。我会去想象我在台上，所有人的目光都注视着我，淹没在掌声中，还是比较期待，追求完美的，追求极致。准备如果100分满分的话，我的准备会是100分，问心无愧，它就是100分。用演说治未来。村上春树说：“普通人啊，生在普通家庭，长在普通家庭，一张普通的脸，普通的成绩，想着普通的事情。”我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人。我出生于河北省东部的一个小小乡村，在那里度过了平平淡淡将近10年的时光。小镇不大，但傍晚的风总是很温柔，人也憨厚。我像大多数农村的孩子一样，白天和小伙伴一起奔跑，一起爬树，一起在麦地里打滚。到了傍晚，就搬着小凳子，坐在自家门口，吹着凉风，飘着爷爷的蒲扇。那时候因为简单，所以快乐。由农村到城市上学，我的契机其实是乡下对教育资源的匮乏。2间屋子，3个年级，这就是我当时上学的地方。你们可能这辈子都没有经历过有老师向学生请教单词发音这样奇葩的事情，因为我们的英语老师都是语文老师客串的，他们可能上午听过几遍录音，下午就来给我们上课了。于是我离开了家，离开了那片给我生命让我成长的热土，我到了城里读书。我最初的愿望其实是很美好的，明亮的教室，统一的书桌，辽阔的操场，还有那早就听说过的神奇的多媒体教学。可等我真正到了那里，才发现事情远非那么简单。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新学期报到的那一天，我用家乡话做出的自我介绍，惹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体育课上，我因分不清自家球门和对手球门而被所有队友指责。晚上放学，一些同学陆续被家长用轿车接走，而我只能背着沉重的书包，一步一步走路回家。那天，我一个人低着头，走在回家的路上，心里翻江倒海。我想了很多东西，人们都说寒门出贵子，这到底是不是一个笑话？谁说人家城里的孩子、富人家的孩子就只是那些不知进取、混吃等死的纨绔子弟了？他们往往比你更加努力，从小开始，他们的眼界、格局、素养、知识储备、家庭背景都要比你好上1000万倍。你每天挤公交，半个小时去辅导班上课，手都不敢举，而人家已经把1对1的家教请到了家里。每次周末，你面对的是喜羊羊、灰太狼，是集卡片和弹珠游戏，而人家是钢琴辅导班、音乐辅导班、英语辅导班。从小学到高中，你一直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徘徊，连火车票都不会自己买，而人家已经跟父母坐上了出国的航班，考过了雅思、托福，甚至可以和外国人自由的交谈。你拿什么跟人家比？我这样想，一边想，一边走，越走越烦躁，直到一个人潮拥挤的十字路口，红灯亮起，我止步，抬起头。我看着晚高峰时刻的车水马龙，人们走向我，然后路过我，仿佛浩瀚星河里一颗颗暗淡的星辰。他们神色匆匆，各自奔忙，拿着2、3元钱的薪水，过着周而复始、循规蹈矩的生活，一眼就能看到死。那种
深邃，那种空洞，让我第一次感受到恐惧。那是对未来的无力，因为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将来的样子。多年之后，我的父母苍老，姑娘离去，理想破碎，一败涂地。什么曾经的骄傲，什么家族的希望，我就注定了只能是个普通人。我很失落，非常失落。从那以后，我会刻意回避和一些同学的交往，他们光鲜亮丽，生而不凡，而我只有一身锈。每当我听到有同学在聊暑假又去了哪里，在北京、在上海又有什么好玩的事情，我都会心头一紧，然后找借口离开。我把自己活成一个普通人的样子，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他将我从无限的阴暗与黑暗中拉了出来。那天我正在做作业，突然听到客厅的电视里传来这样的声音：你曾见过什么样的中国？听到这儿，我手中的笔掉了下来，我直接傻在那里。仔细想想，生而为人16、17年，我好像只见过照片上的中国。我走出来继续看下去，却被其中的一个个片段震撼。穹顶之上的中国是那么绚丽而动人心弦，北中国的雪，南中国的风，姑苏城外的寒山寺和月满神州的念四桥，这些前所未有的经历，这些极致的空中体验，那一下午我几乎看完了整季的航拍中国，一段段解说词映着婉转的陶笛声，让我热泪盈眶。青春的魅力是什么？未知的魔力是什么？你让少年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你让他见到了他未曾见过的太阳，他的眼里就再也容不下黑暗，他不甘平淡。他的世界观在悄悄变化，他心里最柔软的那部分被触及，他的眼里就出现了光。那段震彻灵魂的陶笛声让我变得坚韧，我得走出去，我必须。样子吗？你以为我们每天天不亮就奔向操场，一边奔跑一边呼喊，是为了什么？是假装吗？是作秀吗？我们是为了改命啊！杭州的考生，河北省的考生，他们都是来自普通家庭的孩子，他们身上都肩负着整个家族几个世代的期望。他们不是高考机器。他们只是一群穷人家的孩子，想要成为父母的骄傲，想要让他爱的人都能更精彩的活下去，活着。他们有什么错？他们就是你啊！我们和全中国所有为了梦想而不顾嘲笑、努力奔跑的人一样，我们越安静，
越平和，越淡定，越忍耐，越无所谓，我们眼里深藏的汹涌就越沸腾。这是我们自己选择的路，从来不需要任何人指手画脚，我们也一样能够走得很好。在小小的世界里，有一个大大的你，你可以选择去做一个平凡的人，但请你千万不要去做一个平庸的人，做一个普通人。我知道有一种落差，叫没能达到自己最初的期望，还辜负了曾经受过的苦难。就我而言，我承受不了这样的落差，我还是愿意幻想高考结束的那个下午，最后一科收卷铃声响起，我放下笔，侧过身，倚在墙上，转头看向窗外明媚的阳光和操场，那浮动着的金色告诉我，一切都结束了。有人走过来，拍拍我的肩，对我笑着说：“世界灿烂盛大，欢迎回家。”谢谢大家。谢谢张西峰。穷人的孩子很辛苦，我觉得没有给孩子一个比别人来说环境特别好的那种环境吧。我和他爸爸，我们俩做不到，我们只是农民，普通的农民。我感到很，对孩子来说很内疚。就是上学的时候都是报喜不报忧，从来不乱花钱。说我不和他们比现在的什么名牌，我比3年后的成绩。我在台上讲的时候，其实看到我的母亲在下面流眼泪。想要成为父母的骄傲，想要让他爱的人都能更精彩的活下去，活着，他们有什么错？我们是为了成为父母的骄傲。我无数次在心里对他们说，我多想能成为你的骄傲。张先锋的演讲很有感染力，我觉得知道自己心里的那个一是什么，他知道自己想呼喊什么，所以他很有力量。可能在我的那个当时当下，毕竟是农村出来的孩子，我可能没有我们这位同学这样的一种想的那么远的一个视角。实际上到了那个工厂式的那种高考的那种高中去以后，他们的整个氛围到节奏，对于我来说我是没有办法去接受的。他说，很多人在质疑他的学校，整个世界上不可能有一种声音，1000个人会有1000种声音。我们内心是光明的，看到的就是光明。其实，你所看到的批判，你所听到的言论，就是你内心的一种反馈。我觉得这个孩子应该用更广阔的目光去看待周遭，应该用更磊落和坦荡的心态去面对周遭。我打这篇演讲可以打60分吧，他们在为我欢呼，我确实被淹没在掌声中，但是我还不是特别满意，因为我觉得我还可以更好。